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大家新年好！今天老管要给大家献上一份春节大礼，我要给大家讲解一个可以大概率每年赚取年化7到13%的稳健收益率的一个赚钱绝招。这个绝招99%的人都不知道，知道的人当中99%也不会用。老管不吹牛不光讲明白这个方法，我还会给你具体演示我的具体的操作案例，让你学会怎么给自己构建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理财产品，让你的闲置资金获取这个非常可观的收益率。今天的课很硬核，很值钱价值万金大家小板凳坐好，仔细听了。这里我先说一下，这个闲置资金具体是什么资金？它可以用于我今天讲的这个方法来去做投资。那这个钱它不能是你日常的备用金，就是你为了应付日常各种支出你需要支付的这个备用金因为这个方法你又要锁定一定的期限。那在这个期限里头，你最好不要了结投资。当然这个期限你可以自己设定3个月半年1年甚至2年，你都可以自己设定。那再有呢，就是这个钱最好不要是你3-5年内就要用到的这种大额需求的钱。比方说我3年后孩子上大学，我必须要用这笔钱，那你最好不要用我今天讲的这个方法，防止发生黑天鹅事件那大型危机你导致资金拿不出来，你耽误家庭的重大规划。那么用作这个方法的闲置资金，最理想的就是你未来长期不用的钱。比方说我5年内我都用不上，或者它不是刚性的支出将来尽管孩子要上大学要用钱，可是我也不是说必须得用这笔钱，我还有其他的资金来源可以应对。拿我自己来说，我用的都是我们家庭的自由储蓄资金，那未来10年我都用不上。那这些自由储蓄资金呢，它就是用来搞投资的。但是呢，我现在又不觉得股市有巨大的机会，所以呢，我就没有满仓去投资股票。那我大约有1半左右的钱，目前是在我的股票组合上。那另外1半呢，我就是用我今天讲的方法来赚取这个稳健的收益。那同时呢，我也是在等待更好的股市机会。我今天介绍这个方法学名叫 Covered Call， 那中文翻译成背对看涨期权。那咱们就别念这个别扭的中文名字了，你就慢慢的熟悉 Covered Call 这个名字。很多人一听期权2个字可能立刻觉得这好高深好复杂呀，听说那需要一个很复杂很深奥的一个数学公式那是个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他才创造出来的，那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学会的，算了，放弃。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根本没那么玄乎。你听听今天老管讲这个东西，你就一点都不觉得高深复杂了。那还有人可能立刻觉得期权那可是风险很大的金融衍生品我们普通人风险承受能力太低了，不能参与。这也是非常不全面的认识。你要知道，期权是个工具，看你怎么用。你要是用它去赌，那你风险太大了。但是你要是按照我今天讲的方法去运用，它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稳健的投资工具运气好的话，你还能获得巨大的收益率。但是呢，你也别觉得这个东西有多简单不用心就能掌握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今天这个方法略微有一点复杂，比一般常见的金融知识呢，它要烧脑那么一丢丢。但是你只要认真仔细的听老管给你讲解，一遍你听不懂，你多听几遍然后你深入的去揣摩，按照我的这个方法去多测算，你肯定就可以掌握。那么我这里强调一下我说这个方法可以获得稳健的收益，它是说如果你真的深刻的理解了这个方法的这个深刻的含义和它的注意事项真正弄懂了它，那么这种情况下正确的运用它，
你是可以获得比较稳健的收益的。但是你如果没有搞懂它你搞得似是而非，我今天所讲的这东西呢，你都没有理解透，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贸然去用你很有可能要遭遇严重亏损的。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啊。所以说所说的它是稳健的投资方法，它是有前提的，就是你得真的懂它。我先解释一下股票期权是什么东西。我们直接到实际的例子上来看啊。比如说你打开股票软件你看这个苹果公司的股票，它同时有很多期权在交易。你看这是它的期权页面苹果股票现在的股价，也就是2月13日，它的股价是255.78元。那你看它的期权标定执行价格是200元的，那这份期权它的期权费是74.55和75.55这两个价格是做市商一个是买价，一个是卖价如果是你买期权的话，那你就用75.55这个价格。如果你是卖期权呢，那你就按照这个74.55这个价格卖出去。那到期日呢是2027年6月17日，你就看这几个数字你就行了，其他的你都不用看了。你看那很复杂的那些什么东西你也看不懂，其实也没必要。那这个期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买了这个期权，我就拥有了这样一个权利，在2027年6月17日到期之前，我都可以随时按照200元的价格买入苹果的股票，不论当时的这个苹果股票市场价格是多少。那注意这是个纯粹的权利，我可以买苹果股票，那就叫执行期权；我也可以就不买，放弃，那这就叫不执行期权。那么我现在买这个期权的话，我就得花75.55元意思你听懂了吧？我再说一遍我现在可以花75.55元买一股苹果股票的期权。那花了这75.55元呢，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权利，在2027年6月17日到期之前，我随时都可以按照200元的价格买入苹果股票，我也可以不买。那如果我不买，期权到期后作废，我就白丢了这75块5毛5。那么你想我作为这个期权买方，什么情况下我能赚钱那就是未来苹果股票涨到275.55元以上，我才会赚钱。为啥呢？我现在花了75.55元嘛，然后我又要按照200元的这个价格买入这个苹果股票，我总成本是不是275.55那就意味着只有当苹果股票上涨超过275.55以上的时候，我才能赚钱低于275.55元，我就会亏损。那比如果这个股票价格是270元，那我执行期权就是按200元买入苹果股票，对不对？我总成本不是275.55吗？那市价只有270我就亏了5.55元，对不对？那苹果的股价越低，我的亏损就越大。但是呢，如果将来苹果股价跌到200元以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肯定选择我不执行期权了因为我干嘛要按照200元去买那市场价比这200元还低对不对？那我肯定就会放弃这个期权。那这个时候呢，我的亏损就是那75.55元的期权费白扔了，打水漂。那换句话说，这个期权费实际上就是我的亏损的最大上限。那么听到这里，你想想，你会去买这样一个期权吗？会不会？我呢，我打死也不买这样的期权。为啥呢？这是在赌股价上涨而且是在用杠杆以小博大你要是认为股价会上涨，那你为啥不直接买股票你要去买期权呢？当然买期权是因为它可以以小博大就是你买股票要花255块7毛8但你买期权呢，你只需要花75.55元，花了不到1/3的钱，你就可以买到一股了。那你就可以博取这个股价上涨的机会那你看股价从255.78涨到270，
那才上涨了5.55%，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期权的这个价值可能会上涨10%、20%啊。当然，反过来，如果股价下跌，那亏损也是被放大的。股价你从255.78要是跌到200元，是不是下跌了大约22%啊？但是期权价值呢，跌到0了，那亏损是100%呀。所以啊，你要是单纯是买这么一个 call， 在我眼里啊，就是赌徒。你觉得自己能预测股价涨跌是吗？股价是无数人聚集在一起下注买卖交易出来的价格，它的可预测性啊非常差，不确定性呢特别的大。我一贯强调啊，我追求的是95%胜率的投资机会，所以这种接近于赌博的玩法呀，我从来没有任何兴趣去参与。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是预测大神啊，或者你喜欢这种游戏啊，真是玩的就是刺激，那你买 call 相当合适。那么我怎么用这个 call 来赚这个确定性很强的钱呢？咱们反过来卖 call， 同时买入对应的股票，这个是个组合操作啊。我不是说只卖 call， 而是我组合起来，比如我买100股苹果股票，同时我卖一份这个 call， 那一份 call 呢，它对应的就是100股股票，这是市场交易的惯例规则。你要是只卖 call 不买股票，那你也是赌，而且你冒的这个风险比刚才买 call 的人还要大。为什么？你想呀，你现在把上面说的那个 call 按照74.55的价格卖给了某个人，那就意味着你将来在到期之前，每一天你都有义务按照这个约定的200元价格把股票卖给对方。那你想想看，如果股价涨到300元，那人家肯定来执行这个 call 啊，那你就要按照200的价格把这个股票卖给他呀。你手里要是没有苹果股票，那你不得去市场上按照300元的价格买来苹果股票，然后按200卖给他吗？那你亏100呀。当然考虑到你前面卖 call 的时候还收到74.55，你净亏25.45，对不对？那你要是股价疯涨到400元，你说你不是亏麻了吗？你按照400元的价格从市场上买来苹果股票，然后按照200元的价格卖给他，你亏200，扣除你卖 call 时收到的74.55，你净亏125.45，对不对？那亏麻了呀。那要是再涨到500呢，不亏疯了吗？但是啊，现在我们来想一下，如果我卖 call 的同时买入对应的苹果股票呢？注意啊，我们讲到关键点了，这就是今天最核心的赚钱秘籍啦。我现在按照255.78买入100股的苹果股票，我支出25578元，同时呢，我卖出一份 call， 它就对应着100股嘛。2027年6月17日到期，期限是1.34年啊。那收到期权费7455元。那么我这个时候我的净投入是多少啊？那18123，对不对？那么到期后我就只有2个结果会发生，要么买家他执行这个 call， 也就是说他按照200元把这个股票买走了，那就是说股票这个股价肯定在200元以上，对不对？这个情况下，我在每一股股票上我是不是亏掉了55.78元啊？就是我不是现价255.78买的吗？又按照200卖了吗？那是不是就亏了这么55.78嘛？那100股我就亏了5578元呀。但是考虑到我当初卖 call 时我收到的7455元，那我的净收益是1877元。那么你看，我当初净投入了18123，那到最后呢，我净收益是1877，期限是1.34年啊，对不对？那我的年化收益率是7.73%。按照过去的经验啊，苹果股息率基本在0.4到0.5啊。
那加上这个股息率，因为这中间你拿的这个股票，你肯定会收到股息的嘛，所以我的年化收益率就是8.3%左右。那这是第一种可能的结果。那第二种结果是什么？对方没有执行这个 call， 那就是说苹果股价那应该在200元以下了呀。那么这个情况下，我手里就拿着100股苹果股票了。但是要注意啊，这个时候我的这个苹果股票的净买入成本是多少啊？是每股181.23美元。这个价格对应苹果的这个市盈率倍数是多少？23倍左右。而且是按照过去1年的这个盈利啊。那要是按照未来，你不是持有1年吗？按照未来1年的这个盈利的话，有可能这个PE 倍数啊会降到21倍左右。你听到这里是不是会说，哦，我明白了，但是老管，这哪里是稳健收益啊？这不是还有可能最后拿不到那8.3%的收益，反而把苹果股票给砸手里了吗？那不麻烦了吗？那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了吗？哎，这里就触及到问题的核心关键了。这里隐藏着一个关键的秘密，我来揭晓一下。秘密就在于苹果这个公司本身。苹果公司啊，是一个具有超强护城河的公司，它的生意极好，在目力所及的未来几年，你似乎都看不到有谁能抢走它的市场份额。那么我为什么有这个判断啊？这是我对苹果生意的深入的分析得出来我的主观认识啊，但我有可能是错的啊。那今天我不给大家展开分析这个苹果公司的生意，但是我需要你牢牢记住一点，我今天所讲的这个赚取稳健收益率的方法，只适用于那些极其优秀的公司。注意啊，只适用于那些极其优秀的公司。如果是不怎么优秀的公司，甚至是很差的公司，你绝不可以用我今天说的这个方法去干。如果你在一个不好的公司身上用这个策略，你可能会遭遇巨大的亏损。我再强调一遍，今天我讲的这个方法只适用于那些真正的极其优秀的公司，绝不可以用于那些不怎么优秀的公司，烂公司更加不能用。如果你在不那么优秀的公司甚至烂公司股票上用这个方法，你大概率要遭遇巨亏。听清楚了吗？重要的问题讲3遍，这个方法只能用于极其优秀的公司才能获取稳健收益，否则你有很大可能亏大钱。好，那么现在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你想，像苹果这种极其优秀的公司，它未来的生意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会非常牛啊，业绩都会保持出色，没有其他公司能抢走它的生意，那损害它的盈利能力。它是一个超级赚钱的公司。哎，我先再说一句，这是我的主观判断，我有可能犯错啊。这公司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呀？那这个得等到时间来验证。但是这是我的主观判断，你未必认为苹果是那个极其优秀的公司，对不对？好，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下不说，我们先假定它是一个最优秀的公司，来这么看啊。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公司，如果它的股价1年后跌到181亿元，那么到时候又由于利润有所增长，它的 PE 倍数就可能降到21到22倍。PE 倍数就是它的股票价格除以它的盈利啊，也就是说，它每一股股票产生的经营净利润将会达到8.2元左右。那8.2元除以181，也就是4.5%左右啊。而且以后呢，每年随着它这个盈利增长，未来的这个每股盈利会超过8.2元，那收益率会显著的高于4.5%啊。所以呢，181元这个价格买苹果公司的股票那是划算的，你未来的这个收益率大概率要比这个8.3%要强得多。那你如果没有这个概念啊，我跟你这么说，你知道苹果公司的信用评级和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哪一个更高吗？苹果公司。苹果公司的信用等级是3A 级的，最高等级啊。
而美国联邦政府的信用评级才是2A 加呀。现在联邦政府发行一个30年期的长期债券，它的利率是多少呀？4.7%到4.85%呀。那你看，你要是按照180亿元购买苹果股票，你明年的收益率就有4.5%，而未来将会越来越高啊。随着时间越长，收益率会远超过4.5%啊。那么你想想啊，市场它傻呀，它为什么不按照180亿元去买一个比国债风险更低、收益比国债更高的资产，反而要去买国债呢？那市场当然它有时候不理性啊，它会出现非理性的波动啊。但是长期来看，你180亿元买入苹果股票，那未来大概率是要大赚的。因为人们会意识到，这个风险还低，收益还比国债高，所以好多人他就会扔掉国债来买它。所以啊，对于我来讲，如果由于股价因为市场非理性的波动而大幅下跌，跌到200以下，造成买我的 call 的人放弃执行，那么苹果股票以180亿元的价格落在我的手里，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啊，朋友们。那这个时候我的收益率有可能会远高于那个8.3%，你理解了吗？所以啊，我在苹果上做这个 covered call， 到期后无非就是2个结果，一个是买家行权把我手里的苹果股票买走，我白赚期权费，年化收益率8.3%；二是买家没有行权，股票以181这样一个非常理想的我很喜欢的价格落在我手里，我的潜在收益率大概率要远超过8.3%。那么这个时候敏锐的你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吧？老管，那苹果公司真有那么厉害吗？它会不会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啊？会不会它将来逐渐走下坡路啊？你看那个中国的华为手机那多厉害呀，那苹果在中国的市场地位已经不是第一了，华为已经追上来了呀。你提出来这个问题，我要给你点赞，这说明你是一个逻辑思维很强的人，你很有可能在投资之路上越学越进步，终有一天达到豁然开朗的这个高境界。那么这里关键的问题还是苹果公司到底是不是家好公司？那这里呢，我必须十分坦诚地跟大家说，我认为苹果公司是一家好公司，并不见得它客观上真的是一家好公司呀。那我有可能判断是错的呀。那如果我判断错了，它实际上不是一家好公司，那我在这上面做 covered call 就会大概率出现亏损呀。所以大家要清楚这一点啊。那么现在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去判断一家公司是不是真正的好公司？我们触及到价值投资的终极问题上来了，就是你怎么知道一个公司的生意它是极好的，还是比较好的，还是一般的，还是很烂的？在这个事情上，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高度依赖于你对各家公司的商业有没有直戳本质的深刻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讨论，未来呢，我会考虑跟大家分享一些思考，怎么判断好公司。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你更容易看清问题的本质，这就叫你的能力圈嘛。如果一个公司它的这个生意超出了你的能力圈，那么你要小心了，你最好不要碰，因为你得出正确判断的概率非常低，你犯错的概率非常大。超出你能力圈的公司，绝对不要用我今天说的方法。那么我们再回到 covered call 这个方法，讲一讲具体怎么操作。我教你制作一个 Excel 表格来测算什么时候该下手，什么时候不能下手。你看这个表格，这里面有我做过的几个例子我挑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用这个 Excel 表格。你看这个表格第2行，就是我在2025年3月20日做的 NVIDIA 的 covered call。这里我先强调一下你不要以为我去年在 NVIDIA 上做过，
你就以为，哎，老管肯定是认为 NVIDIA 是个极好的公司啊，可以在上面做 covered call 啊。错了，大错特错啊！在我这里展示的这几个例子当中 ，NVIDIA 是非常特殊的，它恰恰是我今后都不会再做 covered call 的股票，因为它不是我心目当中的那种长期看特别稳定、特别优秀的顶级公司。那当时我为什么做呢？是因为当时 NVIDIA 股价大跌，跌到100元左右，你现在是180，对不对？NVIDIA 卖显卡这个生意啊，那当时很厉害啊，那现在也很厉害，在市场上它目前是具有垄断性地位的。那当时大跌呢，主要是特朗普关税啊，以及其他的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那么我当时对这个公司的判断呢，就是这个公司长期看呀，我看不明白。我觉得，因为这是个技术创新的领域啊，创新技术可以说日新月异，那保不齐哪一天就突然冒出了个更厉害的新技术公司，把它给取代了。所以呢，我对它特别谨慎。我觉得要是看2年、3年以上的话，看不清，不确定性太大。那现在看我的担心其实是有道理的。你看，谷歌现在不是推出来 TPU 了吗？那 NVIDIA 还是有不少这个新技术的挑战者的。那今天 NVIDIA 股价虽然1年涨了80%，我没买这个股票呀，因为我觉得它不确定性太高嘛，我一点都不眼馋。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高收益，我不喜欢，我也不要。但是呢，尽管这样，当时我又觉得呀，你要是看未来1年以内的话，这个风险就小很多了呀。因为 NVIDIA 它的这个体量太大了，新技术就算冒出来，你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它替代掉啊，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所以说我当时的一个判断就是2、3年以上我看不清，但是看1年以内非常稳妥。那么我做个1年左右的 covered call， 我有把握。所以呢，我当时就在它上面做了 covered call， 借助当时特朗普用关税给他砸下来的这个宝贵机会啊，搞了一把。那我当时测算了一下，给我吓坏了。哎，我的妈呀，居然27%的收益率啊！我震惊了。于是我赶紧就做了一些 covered call。好，那现在我们来具体看这个表格啊，分别填上股票代码、交易日期、买入时的 PE 股息率、股票买入价。那这几个信息你收集一下，填上去就行了。那这里为什么要采集买入时的 PE 呢？这主要是为了我来评估这个价格到底是太高了还是比较合理。那然后呢，你选一个 call， 把对应的数据呢也采集填上，主要就是执行价格、期权费、到期日、期限，如果不执行的净买入价、砸手里的 PE 和如果执行的年化收益率，这几栏呢，都需要在格子里嵌入一个公式啊，让它自动计算出来。你比方说，我在这个期限这个格子里啊，我输入一个用到期日减去购买日，然后再除以365天，那就得出来它的期限是多少年嘛。那如果到期这个 call 没有被执行，就是股票砸手里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净买入价格就是我们的买入价减去收到的期权费。你看这个公式啊，你在你的表格里也按照我这里展示的这个公式输进去，你就可以自动计算出来了。那么这个价格下的 PE 是多少啊？你也填上这个公式可以算出来。那最后呢，就是如果执行的话，年化收益率是多少？那计算公式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 F2 减去 E2 是指你在股票上赚的钱，因为你被执行的时候，人家按照执行价 F2 买你的股票，对不对？你当初买的价格是 E2， 所以 F2 减去 E2 就是你在股票上的盈利。那这个数呢，很多时候它是负数，因为有可能你的执行价还低于你的买入价，然后再加上 J2， 这就是期权费这就是你的总盈利嘛。你用这个数除以你的净买入价 J2， 这就是你的这个 covered call 在整个持有期间产生的收益率了。
你再除以 I2，然后再加上这个股息收益率 D2，最后就是我们这笔 covered call 的年化收益率了。你看这笔 NVIDIA 的 covered call 啊，年化收益率达到27%。你看另一笔呢也是20%多，这老天爷，这种机会非常罕见的啊，这种它不常见啊，是特殊条件下特殊的公司才出现的。所以你不要指望你做这个 covered call 总是能获得20%多的收益率，但是获得10%左右，也7%到13%之间，还是挺常见的。那运气好的时候能做到接近14%。你看这笔 TXN 就是德州仪器，我在这个公司上呢做过好几笔。那你看这一笔，我是175元买入了股票，我卖 call 收到的期权费是29元，14%多的收益率，过瘾不？这太过瘾了呀！那德州仪器这个公司啊，我理解它的护城河是属于顶级的那种。当然你可能不同意啊，那你就不要在上面做。你看2025年2月到5月，还有7月到10月，它的股价跌得很厉害呀。那当时主要是特朗普不是搞这个关税大战嘛？啊，我一看当时机会来了，我就使劲买它的股票，因为这个股价跌到我觉得非常划算，非常这个到位了。但是呢，买着买着就达到25%的仓位了。那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这个纪律，就是单只股票的仓位最高不能超过30%，一般不能超过25%。那在当时这个股价水平下呢，我就感觉我不想再往上加了，那除非它再往下跌。可是呢，我又感觉它再往下跌，也许概率不高了，那怎么办呢？我就卖 covered call。那我一算呀，哎呀，这 covered call 竟然可以达到年化14%的收益率啊，太棒了！那于是我就咣做了好多。那这里呢，我刚才提到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判断这个 TXN 是个顶级公司啊，这个仁者见仁啊，你不一定同意，那你就不要做。那至于我为什么判断它很优秀，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那第二呢，就是我为什么给自己定了一个这个仓位的水平的纪律，就是单只股票仓位上限不超过30%。那这个我今天也不讲了，那后面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你再看 CME 这个公司啊，就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也是我认为的一个顶级公司。当然你可能不同意啊，那你就不要在上面下注。那我在这个公司身上做了大量的 covered call， 收益率一般都是在10到12之间。那还有伯克希尔公司啊，就这个 BRKB 啊，也是10.6%的收益率啊。BRK 这个公司啊，也是公认的顶级公司呀。当然你可能认为这公司不行，那你也不要在上面做。这里我再声明几句啊，我这里提到的 TXN、CME， 还有 BRKB， 还有后面提到的 HUBB， 还有表格里列出来但是我没有提到过的 WM， 这些公司呢都是我自己认为很棒的公司，但是我有可能是错的，实际上它有可能不是，你不一定同意。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些公司不是最好的，那你就不要在上面做。你要做，你首先要过自己那一关，就是你得先认为它是最棒的公司，你才可以做。这里我再声明一遍啊。那么我再强调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做这个 covered call 啊，是需要时机的。什么时机啊？有人说是不是高利率的时候啊？不是，跟利率关系不大，最重要的是股价。就是当我们看好的这些顶级的公司，它的股价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好的做 covered call 的时机。那通常呢，这里股价跌到足够低了，我肯定就直接买呀，我不会做 covered call 啊。那除非这个仓位达到我的上限了，不能再买了。但是呢，很多时候这股价跌了，又没有跌到我觉得可以大举买入那个价格，那这个时候就尴尬了。哎呀，看着它在这儿，你想买吧，又觉得这价格还不够好，但你不弄呢，你就啥也干不了。那这个时候啊，经常是你做 covered call 的最佳时机，用闲置资金来做呀。反正本来这些闲置资金也是闲置的嘛，我本来这些闲置资金也是用来等它抄底的嘛，对不对？它又没到那么低，
那我就可以拿一部分来做这个 covered call。那当股价上涨的时候，这个 covered call 的预期收益率就会趋于下降。你比如 Apple 这个，我在去年5月份做的时候，当时股价跌到195左右啊，你看我能取得 9.7% 的收益率，而且你看这个净买入价这砸得很低啊。但是今天你看股价涨到255多，你看我今天做一笔收益率才 8.1%， 而且这个净买入成本砸的这个水平还不如去年那个，还比去年那个更高。但是横向比其他的理财产品，那已经是很棒很棒了呀。那我再强调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做这个 covered call 的话，要选什么样的执行价格，这个可不是随便选的啊。首先你要知道，如果你选比较高的执行价格的 call 来做的话，如果 call 被执行，你的收益率会增加不少。但是你千万注意，你执行价格越高， call 被执行的概率就越低，不被执行的概率就越高。也就是说，那个股票砸到你手里的概率就越高。而且当这个执行价格越高的时候，它砸到你手里的那个净购买价越高。那这就意味着你以更高的成本买入了这个股票啊，你就越有可能出现亏损，那或者你赚的越少。那么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水平的执行价格的 call 来做呢？你按照我这个表格来计算，你盯着这两栏，如果不执行的话，你的股票净买价是多少， PE 又是多少？你做这个 covered call 一定要让这个净买价低到让你觉得我可以接受啊，甚至我觉得很惊艳哇！要是在这个价格水平下，我一定是大量买这个股票的。一定要选这样的执行价格的 call。那你怎么找这个合适的执行价格呀？你就用我这个表格去做测算啊，从高了往低了带进去一个一个的 call 去检验啊，直到找到你觉得最理想的那个 call。比如我在 TXN 做的这一笔，净买价你看啊，砸到了146元啊，这个价格要是给我 TXN 股票，我肯定是要大量买入的呀。比如这个 BRKB， 那如果按照435的价格卖给我，我也肯定是要大量买进的。还有 CME， 如果230给我，我也会非常贪婪的大量买入。那刚才说的这个呀，你可一定要清楚啊，千万不要随便选择执行价格的 call，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你要是没有听明白它为什么这么关键，你把我刚才那段话反复听它几遍。那我们再反过来举个例子，比如说 Apple， 现在我们来选一个执行价格是280元的 call 来做 covered call， 期限都一样，你看这收益率是不是高达 17.34% 啊？哦，这太诱惑了吧！但你千万别被这个高收益率给迷惑了啊！这个 call 未来1年买家不执行的概率是非常高的，那这样的话，股价就砸你手里了，而砸在你手里的这个净买入价格是228，29.4倍的 PE， 那这个 PE 水平啊，我感觉吸引力就差点了，就这价格太贵了。你给我这个价格，我不会大量买进的。我按照这个价格砸手里这个股票，我心里很难受。未来可能亏的概率呢不低，那赚钱的概率呢就大大下降。当然长期也可能也不错，但是我这何必呢？太不划算了嘛。公司是很优秀，但我为啥要这么贵买呢？还有呢，就是期限如何选择，这个我觉得要看你的资金情况，看你的喜好。我通常都是1年期左右，时间太短的话呢，收益率会下降；时间太长呢，我又觉得不确定性会增加。那还有一点啊，你要知道，美国这个上市的这个期权，它都是美式的期权，那就是说，在到期日之前，对方都可以行权。那这是个好事情啊，因为如果买家受不了提前行权，那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期限缩短了呀，我们的收益率就会提前实现，它会大大提高我们的收益率的。那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这一笔我在 Hub 上做的，那 Hub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有顶级生意的公司啊。
但是你不一定同意啊，我有可能是错的。你要是不同意，你不能在上面做。那我就做了一个大约半年期的，你看本来预期收益率是12.67啊，但是股价一直涨，这买家受不了了，他就提前行权了。结果呢，我就提前20天了结投资了呀，收益率就增加了1个多点。那他要是提前2个月，那收益率增加更多了。那现在啊，我再来强调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公司的选择。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方法能不能成功的根基，是决定这个方法到底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的根本问题。所以我要深入再讲讲。我前面说了好多遍了啊，这个方法必须在你能理解的顶级优秀的公司上做，否则你就非常容易亏损，或者说你能否赚钱就全靠你的运气了。这里要注意2点。第一，它必须是你能理解的公司。你要是不能理解这个公司的生意，你当然无法判断它到底是好是坏啊。那你玩这个，你不就是撞大运吗？第二，它必须是真正的顶级公司，就是说，你可能认为某某公司是顶级公司，但实际上它到底是不是啊？有没有可能你看错了呀？那这个可能性太大了呀。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心里打鼓了？哎呦，那我哪知道谁是最优秀的公司，谁不是啊？我觉得是，可是它很有可能实际上又不是啊。又没有上帝啊在灵里告诉我说，哎，这公司它就是顶级的，放心去干吧，你对不对？那这不是没办法了吗？这个呀，我要说啊，朋友们，你要知道，要是你的认知提高到了一定程度，你内心的理性会明白地告诉你，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懂了一家公司。这就需要你保持不断的、持续的学习啊，保持深入的阅读、深入的研究、深入的思考，去跟大师学啊。比如说，你去把巴菲特70多年来的致股东信呀、股东会议问答纪要、访谈记录、演讲，你全都认认真真的去读它3遍。这大概300-400万字吧，那3遍1000万字，你把这个工作做了，你就成精了。当然，如果你对读这些东西非常反感，觉得非常讨厌，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只能说你的性格呀不适合做这个价值投资，你就别在这上面使劲了，去做你真正擅长的事情。那我再教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去自我判断你是不是真的懂了一家公司。如果你认为顶级优秀的一家公司股价一直跌到很低的程度，你会不会怀疑自己的判断？现在让你买，你会不会害怕？如果你害怕了，怀疑了，那就说明你还没懂它。你这事情上你别骗自己啊，你别自己明明害怕了、怀疑了，你还硬给自己打气，没事没事，我是懂的，我是懂的，你这就是自欺欺人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相信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说知行合一。什么叫知行合一啊？好多人的理解是错的，他认为啊，知行合一是一种理想境界，但是更多的是知易行难。哎，这是大错特错的，从来不存在知易行难。如果你真的认知到位了，你的行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你知道这个事情它就是这样，该这么做，你自然而然就会去那么做。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真是知易行难啊，我知道正确的是什么，但是我做不到，那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恰恰说明的是你的认知还没有到位。你以为你到位了，没有到位。你要是真的认知到位了，你的执行它就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清楚了吗，朋友们？那么你比方说去年特朗普加关税，把这个股市给砸得稀里哗啦呀，你那个时候你敢买吗？好多人吓坏了。那我那个时候我就买，我按照一个一定的节奏，因为我也不知道它会砸到什么程度啊，反正我买过一段买，过一段买，我主要的仓位都在那个时候建起来的。那我为什么敢买？那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我觉得是到位的，所以我买的时候呢，我也不害怕。那么这里根子问题就是提高我们自己的认知，你不要担心行的问题，只要认知上去了，行一定会上去，不要担心这个事情。那怎么提高认知啊？哎呀，这回头我专门做个影片来讲讲具体方法。当然，其中一个小方法呢，我认为啊，多看我的视频还是有帮助的。那以后咱们再聊这个问题。那么，在自己的认知没有到位之前，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没办法干了？也不全是啊。一个可行的办法，那就是抄巨人的作业。谁是巨人啊？我给你举2个例子：巴菲特、段永平。你看看他们最喜欢的那家公司是谁？那家公司大概率或者极大概率就是最优秀的公司。苹果、可口可乐，对吧？那他们持仓里面也有一些一般喜欢的公司，那这些公司的仓位通常呢都不太大，你也不要去抄，你就抄他们最重仓的那1-2家就完了。你先用这1-2家公司，你就拿着小钱来试着水，来做着，然后其他的时间呢，你赶紧去学习，去提高自己的认知去啊。等你学成精了，你就会感觉眼前哇豁然开朗，一条阳关大道摆在面前。那巴菲特、段永平他们共同重仓的公司，那就是苹果公司啊。你现在就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跳舞啊。这里我还得再提醒一句啊，就算是巴菲特、段永平，他们也是会犯错误的。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抄他们的作业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就100%有把握了。千万别这么想。你翻历史看，他们也是经常犯错误的，只是说他们犯错误的概率比我们一般人要低很多，他们判断正确的概率要大很多。那注意啊，我这里我可没有提其他人，不是我不太了解，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重仓都不见得可靠。比如说尽人皆知的木头姐，他的重仓是科技股，比方说特斯拉，他的第一重仓。你敢不敢在特斯拉上做这个 covered call 啊？你要先问你自己，你是否从内心深处，从理性出发，你经过了深入的详尽的这个研究思考，你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和逻辑得出来这样一个判断：特斯拉是一家护城河极强，竞争者无法抢走它的生意的垄断性的顶级公司？你会不会得出这样一个判断？那假如你这个判断在客观上它又是确实是对的，那你可能就要赚大了。你看啊，现在这个特斯拉上做 covered call， 如果这个 call 被执行，年化收益率是 25% 啊。那我的看法呢，我绝对不敢。我不觉得特斯拉是一个顶级生意的公司。那当然啊，我这个结论有2种可能性啊，要么它是对的，那我不能做呀；要么就是我不懂，我这个结论是错的，那我更不能做呀。我不懂的东西我怎么能去做呢？那不是撞大运去了吗？我们呀，在投资上牢记一个铁的准则，我们只能主动去赚我们认知范围内的钱，认知范围外的都是靠运气的。我从来不会主动去追求这种运气的东西，但是它要是幸运的降临了，我们也开心的接受。那我这里列出来几个我自以为真懂的公司哈，但是我还不是巨人呀，所以你最好不要抄我的作业。那我在这里讲的主要是方法，我不是给你推荐股票。我这里列举的这几个公司的例子，尽管他们都是我认为的顶级公司，但是我的目的是为了给你说明这个方法。那我对这个公司的判断是有可能是错的啊，那我也是给你展示我这个实战中的例子。你自己在选择这个标的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你一定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你对这个公司啊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尽调研究，深入的思考，多方面的全面的分析，最后呢不留疑点，所有的疑点你都解决了。你觉得这个公司啊，我确实觉得它是真是一个好公司，你从你的理性上，从你的内心深处，你认为它是确实是好的，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呢，你判断正确的概率就会大大提升。但是它仍然有可能是错的，
那么它到底正确的概率有多大？这完全取决于你的认知水平有多高。如果你的认知水平高，你犯错的概率就很低，那你的风险就很小。如果反过来认知水平比较低，那你犯错的概率就会很大，那你亏损的风险就变得很大了。你不要迷信我啊，听懂了吗？不要迷信我，老管不割韭菜。你看那些聪明人动不动跟你说，以我的水平啊，你赶紧来交费啊！你要是认知水平不到位啊，你很容易被割韭菜。但老管不忽悠你啊，我非常坦诚地告诉你这一切，你自己做决策，也为自己负责。那这里我再特别提示一下 NVIDIA 这个公司未来会怎样啊？我觉得我看不懂啊，我花了一些时间去看它，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技术更新迭代最快的这个前沿公司，这类公司它本质上就是不确定性太大，所以今后啊，我极大概率我不会再在 NVIDIA 上做 covered call 了。去年那次机会那是运气降临啊，我觉得也不会再有了，我以后也不会做了，我也不会买这个公司的股票。那不是说我判断它未来肯定不涨，不是的啊，是我觉得对我来讲不确定性太大。你要觉得它将来肯定涨啊，我有100%的把握，那你可以去玩它。我不想玩我认为不确定性太大的游戏，我不想靠赌运气赚钱。最后特别重要的啊，我再概括一下今天我讲的这个方法，在哪些情况下会亏钱。第一，就是你选错了公司，你没有在真正顶级的这个公司上做，这个情况下你要是运气好也能赚钱，但你要是运气不好就会亏钱。所以这里我又一次强调，要想稳赚，首要前提就必须在顶级公司上做。那你在真正顶级的公司上做，你就不用担心黑天鹅事件了。黑天鹅来了对你是好事儿，它会以极低的价格你拿到它的股票呀，这多好的事儿啊。那第二呢，就是你选了执行价格太高的 call 来做，这样表面上看似乎如果 call 被执行了，你的这个预期收益率不错，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确定性是大大下降了，亏损的概率大大增加。那第三个情况呢，就是市场出现暴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出现了黑天鹅事件啊，比方说大的经济危机啊，或者社会危机、气候危机啊等等的，那它造成这个市场暴跌，那这个时候呢，它有可能让你这个股票砸到你手里，就因为股价跌得太多了嘛，人家不执行这个 call 了，那你拿到了股票，那这个情况下呢，短期内你会出现浮亏的。那如果这个公司确实是家顶级公司，那长期看它迟早它要回去的，它要上去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你就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反过来你看错了，你把一个比较差的公司错看成一个好公司，那结果呢这次暴跌以后它再也回不去了，那这样你就会遭受严重的亏损。所以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呢，对未知保持敬畏，对我们自己的认知呢，我们要谦虚一点。那我不要把宝儿全部压注在一个公司上，那我可能是分散在几个我认为都特别优秀的公司身上，那这样可以分散我的这个看错的风险。那么这实际上又回到第一条了，你到底能不能真的把最顶级的公司筛选出来？这是你做这个策略能不能成功的一个根本支撑。朋友们，今天我实际上是教大家构建一个结构化的理财产品啊，自己动手啊。其实很多金融机构，尤其是外资银行、券商啊，它的这个私人银行部门都在提供这一类理财产品，他们通常叫 structured notes 或者 equity linked notes 之类的，这可以说是他们最赚钱的业务啊。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些金融机构它很多做这个产品的时候风险很大，他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没有在顶级公司上做。比如他们都很喜欢在 NVIDIA 上做呀，这个因为收益率很高啊，但是要是一旦 NVIDIA 被替代的话，
那可能会损失很大呀。那今天呢，大家听了我这不到1个小时的课，你就会自己给自己构建一个更好的 structured notes。你不需要去买他们的，因为你买他们的，他们还要收你好多费率呢。你比方说在 NVIDIA 上，他们给你的收益率可能15%、17%，但他们自己还要拿到5%啊以上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收益本来有20%多的。那当然了，还有更恶劣的。大家听说过中国金融市场前2年曾经发生过这个雪球产品的这个爆仓事件吧？那基本就是一个 put， 也就是看跌期权产品。那券商干那个事儿，那可纯粹是一肚子坏水，设计了圈套来收割老百姓大韭菜的。大家感兴趣的，回头我给大家解读一下，你看看他们是有多么的不要脸。所以这个世界啊，想割韭菜的聪明人太多了。我们大家怎样不被割韭菜啊？提高认知啊。那最后还要提示一下，这个方法在中国用不了，你只能在欧美市场用啊。所以大陆的朋友要想用这个方法赚钱，你得先到欧美去开账户。朋友们，今天这个课可以说是一堂含金量非常高的投资课，说它价值万金一点都不夸张啊。你在任何大学你都学不到。老管不割韭菜，不忽悠，坦诚的给大家讲明白，我免费提供给大家。我希望朋友们可以掌握这个方法，可以提高认知，让你的闲置资金持续的获得稳健的可观的收益。同时呢，我也有个小请求，请你把我的这个影片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在理性中逐渐变富，让更多的人掌握自己的财富，自己的人生，不要被那帮所谓聪明的精英们割韭菜。我做老管解牛这个频道的初衷，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接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更接近正确的知识。我希望人们通过我的频道，可以对社会经济有更好的认识，能够从切身利益层面，不但给自己创造财富，更能认识到什么样的社会对我们所有人才是一个更好的社会。我不想把这个频道做成一个唯利是图的生意来经营，我更希望让知识能够触达更多的人。所以拜托大家，我们一起努力，让社会变得更好。祝福大家马年认知更进一步，财富更上层楼。我们下次再见。